很多人对韩冰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古惑仔电影中，能力平平，一方大佬却要跟女人借钱度日。其实原著漫画中的韩冰才是真正的江湖大鳄，不论财力势力都要远超主角陈浩南。此时的山鸡贵为台湾最大帮会毒蛇帮的帮主，无人敢惹，韩冰却是全然无惧，谁敢动13妹，那自己一定要他付出代价。陈浩南、蒋天生多次调解，两人矛盾仍是无法化解，定下了一场男人间的生死斗。两人各出全力，生死互搏。山鸡后脑受创，血流不止，韩冰也是肘部脱臼，遍体鳞伤。亏得最后时刻，丁瑶、13妹两名女人到场，各自劝下了自己的男人，否则他们必定是不死不休。两人的仇恨深入骨髓，自此不断争斗，每次见面都是火药味十足。K1 赛场上更是因山鸡的不断寻衅，红星社、毒蛇帮两家正式翻脸。山鸡还不知道自己彻底激怒了一个不该招惹的人，将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。韩冰继续延续出色的表现，在香港队整体不被看好的情况下，立刻强敌加拿大拳王威廉士，先拔头筹。晋级赛的生死阶段，又拿下了冒充丽花证人的模仿者山下中秀。虽说山下全场都在隐藏实力，但韩冰超凡的格斗智慧也是绝对不容小觑。正是因韩冰的2场大胜，香港队才惊险小组出线，进入了8强赛。此后的香港江湖，陈浩南风头无量，率领大飞、大天二、灰狗、一剑等人陆续挫败了东英社多名强敌，继任红星龙头，剿灭红星分部。猛龙过江与山鸡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，韩冰的光芒被彻底掩盖。既然红星已称霸全港，无需自己出头，韩冰便将精力全部投入了国际市场。多年磨砺，终成国际黑道上赫赫有名的江湖大鳄。闻得福天噩后，韩冰入五雷轰顶，难以接受，火速带领13妹及一众近身返岗。此刻的红星社，蒋天生年纪太大，无心管理；陈浩南、大飞、太子等猛将战死，人才凋零，还要面对毒蛇帮、东英社的联手围攻，可谓是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。韩冰临危受命，接下了这个烂摊子。长久以来，都是阿南、大飞在为红星搏命，今后他们不在，就让我韩冰来撑住红星。蒋天生罕见的泪流满面。今后的路艰辛险阻，全要靠你冰少一人了。那时的香港江湖，东英社一家独大，山鸡的毒蛇帮也是虎视眈眈，稍有不慎，红星社必将万劫不复。韩冰先是请求大范相助，擂台挫败地中海，重振红星声威，又以雷霆手段直接干掉了东英龙头大东。韩冰绝非是个冷血无情之人，山鸡狂妄无边，罪有应得。两人仇恨积压多年，就算大范不出手，他也早晚会通过其他手段要了此人的性命。但与大东相识多年， K1 赛场并肩作战，他实在不想与曾经的兄弟兵戎相见。但在兄弟义气与红星社的存亡面前，他只能选择后者，大东一定要死。当韩冰亮出枪口的一刹那，大东已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。滨宁虎那股超凡的杀气，无人能挡。10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，韩冰已是满头白发，13妹也没了当年那份英姿飒爽。照说韩冰正值壮年，平素保养得当，坚持训练，绝不应该这般苍老。他心中的痛苦、失落，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？照料福天老兄弟们的后人，抵挡东英社、毒蛇帮的复仇，放弃国际生意，为了红星社日夜操劳，所有的压力，韩冰全部一肩挑起。奈何这些年来，不论如何努力，仍是不能让红星重现辉煌。手下无将也好，人心涣散也罢，这都不是韩冰碌碌无为的理由。他一度怀疑起了自己的能力，可能江湖争斗、攻城拔寨，他真的比不过陈浩南。得知阿南、大飞未死，重返香港的消息，韩冰心中五味杂陈。曾经并肩作战的友情岁月，同生共死的真挚情谊，怎能不让人怀念？但更多的还是心酸，自己是否该退位让贤，将龙头还给阿南呢？再次重逢，兄弟间的情谊减退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不断的猜疑防备。不管陈浩南如何表明心迹，自己仅想辅佐兄弟们的后人成长，帮助红星再现辉煌。可韩冰自卑感作祟，始终无法真正释怀。的确，自带江湖大佬风范的陈浩南实在是太强了，剿灭东英社，复仇地中海，压制3连、长乐、何清河，将几名后辈全部调教成了一方大佬，无人能掩盖他的光芒四射。韩冰也只能无奈苦笑，自叹不如。不断的怨气积压，矛盾累积，爆发的一天必将惊天动地。我韩冰绝非量小之人，你陈浩南为了红星南征北战，立功无数，龙头之位让给你又有何妨？但你要硬抢，绝不答应。其实韩冰功成名就，早有退隐江湖的打算，与陈浩南争锋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尊而已。
当误会化解，得知真相后，兄弟二人相拥在一起，互诉衷肠，流下了英雄泪。是啊，与男人之间的义气相比，面子又能算什么呢？中环大战后，韩冰隐居加拿大，与十三妹安享晚年，能在尔虞我诈的江湖功成身退，足以证明了韩冰的能力。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当年福田之战，若是韩冰在港，他会不会跟随大飞等人相救陈浩南？以我对冰少的了解，他必定也是义无反顾，甚至会想出办法调集众星火力，搅个天翻地覆。当日的福田又将会是另外一番场景。江湖路远，难说再见。冰泥虎的故事完结，大家还想看谁的人物传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